我就稍微快一点啊，因为这个产品也简单。分好模之后，我们再去给它去进行排位。这两个产品的话，其实它就是一个一左一右，它其实两个产品它就是一个镜像的关系哦，其实就是一个镜像的关系。我们可以呢分两个就好了，把两个产品分出来，然后再去给它去镜像就好了。当然要这个，因为我4个产品不一样的，如果说你们是2+2的，那就千万就不能去用到这一个镜像了。因为它这个产品它本身是镜像的，所以说我模具我可以去镜像，它产品本身不是镜像的，那就你就不能去给它去镜像了哦，不能去给它去镜像了。那我先把这个产品先给它去分出来回到这一个面分析里面，把这个分析面呢，其实这个分析面就很简单，是不是？这个分析面给它抽取一下，我先去给它去抽取一下哦。你们到时候有时间的话，我等会我把产品发给你们，到时候你们有时间可以就是把我的这一个我讲的这一个案例的产品呢也做一下，然后再去你们作业那个呢也去做一下。为什么就是我讲的这一个产品不给你们作为这一个作业呢？因为你们要给你们一点就是一个自己去思想的空间啊。如果说这一套模具你们看我画的这一套模具，哎，我这一个顶针它是下哪里的，然后我这个晕水它是下哪里的，这一个产品我这个近焦点是怎么画哪里的，像这一种你们就是等于照着抄了哦。所以说给另外一个产品让你们自己去想，那一个产品也比较简单，你们就是一个产品你分好一个产品之后，你再去给它来去排位，去排4个。这一期给你们讲的呢，就是一个1除4的，像往常的话1除2的讲的比较多哦。后面你们第3个阶段呢，也会就是到时候也会去讲到这一个1除几的，在这一个结构上面呢，会给你们增加一点。然后这边的这一个面哦，我们直接在用到这个延伸片体，我这个分模我就不跟你们去讲了哦，直接给它分开好了，直接去给它把它延伸出去就好了嘛。你们第1个阶段学了1个月的分模，像分模应该都没有问题了吧？难说，给你们那个作业的产品基本上就是不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平板模，这个其实也相当于一个平板模。你像这个我就喜欢，我习惯性我是用实体和片体相结合的分模方法哦，这种整位我就懒得去做面了，直接给它去做一个方块。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我就是给它这个面大概就是要去这样子去做好看一点，去给它以我们这一边去给它去平行，是不是？给它拔一个模哦，8个0度，就是刚好以这一个面这样子去整出来一段哦。难一点，嘟头大，要难度一点的嘛。这一个聆听心声，你是要有挑战一点的嘛。哎，我球差没有去给它保存根据体哦。分模分的掉头发，其实分模第1个阶段跟你们讲过，哎，很多种分模方法是不是？
实体分母啊，纯实体分母啊，然后实体加片体啊，然后片体啊，其实你只要精通一整就好了哦，能够把你产品能够分开就可以了，只要能够分开就好了，并不是说每一种分模方法呢都要去精通，只是说呢给你们会去说一下。这个片体这个根差我去给它改一下看一下。不知道改一下它能不能合起来，就是哪一个位置啊？我看一下，是不是有一个分析啊？像这个我就直接去给它做一个子纹面好了。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它创建方块。创建方块的话，我就直接用到页秀里面这个保冷块了。因为我们的这个内模呢，我要去给它做一个整数的哦。我要去给它做一个整数，在排位之前哦，跟你们讲在做这个保冷块之前，跟你们讲一个点，保冷块并不是说一样，跟我第一个阶段一样，而我第一个阶段呢，我爱做大多大就多大，我爱去框多大就多大。在这里第二个阶段，它关系到什么呢？它关系到了我们这一个模具的一个成本问题哦。你如果说你这一个铁太大了，那我这一个模具的成本肯定这一个我买料买这么大，我浪费了，是不是？浪费钱是不是？如果说我的这个内模你去给它做的这个很小，你去给它做的抠死了哦，那你要考虑到我的这个模具里面我还要去放我的这个运水啊、顶出啊、有螺丝啊，那我这个有没有这个位置去放呢？所以说我们首先去框这一个体的时候，不能随便去给它去框哦，不能随便去给它去框，你先去测量一下你的这一个产品的一个大小哦。产品大小，我们通常呢以100个毫米以下的，你像这个产品它就是100多一点点，那我们可以就是算100以下的，100以下的我们可以呢给它留一个，就是我们内模的这一个边缘，离这一个产品的这个边缘去留多少呢？留一个25到35啊，好，25到30，100以下的产品。通通呢，我们都可以去给它呢考虑留一个25到30的距离，就是产品的边离内模的这一个边，4个边都是一样的哦。如果有一个点哦，如果说呢，你这一个产品，你这边不是我这边这样子去排了一个吗？我的产品是1+1+1+1+1，4个产品是不是？我如果说我有一边呢，它不要去走流道。那比如说我这个产品呢往这边排，这一个产品呢往这一边去排，我有一边呢这一边，那比如说我的这个近焦点呢都是在这一边，我近焦点的方向我肯定要去留一个25到30左右，是不是？然后我们这两个面这一边这一个方向呢，它没有近焦点，是不是？我们基嘴是在中间的哦。近焦基嘴是在中间的，然后我们留到了往这边去留到再往这一边去留，然后这两边呢它是不需要去走这一个近焦点的，这个位置的话我们就适当的呢可以做稍微少一点点。那你可以，你比如说我这边做30，那我这边呢我也可以就是做一个25左右，因为我这边它是不需要去走流道的，可以适当的稍微小一点点。然后你像100到200左右的哦，100到200，我们适当的呢，就是在上面呢去给它去加一个规格，就是30到35之间。然后你200到300之间，那你就是35到40。然后300到400之间，那你这边呢就是40到45，然后45到50。根据这一个产品的大小而定哦，产品越大，我们内模肯定也越大，留的距离也相应的越多。其实当你们真正就是画过5、6套模具之后，
你一看这一个比例啊，一眼看过去这个比例它协不协调就完事了。看过去，你像这个产品，你产品如果说你这个产品很小，我去给它来创建这一个很大的一个保冷块哦，那这边呢，我比如说我给它随便我去给它来创一个50的，你像这种就一眼看过去的，我这个边上呢就特别浪费。你们画过几套，一看这个比例就知道了，就跟其实现实生活这样你像如果说一个你像我身高是1.5米几啊。如果说你们一个1.8米的大高个站我边上，那一下子就是最门身高差出来了哦。如果说你们2个1.8米、1.7米的站到一块，那就身高就一眼看过去就差不多，就一个协调的一个状态，是不是？然后在这边的话呢，我就直接呢以我们这一个保冷块呢去选择呢，那我不这个体先拿走，因为它不属于我们产品的直接的选择呢保冷体，然后像这个我的这一个，我刚才讲到了，我们留一个30差不多，是不是？30差不多，那我在这里，我这个默认间隙呢，我就给它呢设置15。为什么我设置15呢？因为我这边的这个产品的这一个距离，我到时候我还得去排位的，是不是？我到时候我这边还要去排，我这边还要去排，我这边还要去排，我每一个产品，我每一个这个方块，我去给它留15加15不就是30了吗？就是30的1半哦。如果说你这一个产品是一个1除2的，那你在这里呢，你就可以去给它呢做一个30，做一个30的保冷块。然后的话呢，你如果说你这一边去走流道的，那你适当的再用到偏字面，把这一边呢去给它去减薄15，然后再去把这一个模具这一块分好的模再去给它旋转过去。这边我就给它做15然后点确定，确定好之后，在这里我干嘛呢？在这里我去和我的产品去求差，求差好之后，再去和我的这个保冷块去求差就是我做的这一个整位面这一个整位面我就先给它去偏出去先，然后像现在整体我就可以去给它去用到这个拆分体去给它把它拆开了。选择体，然后选择呢面或平面，看就分开了，是不是？分开了，那然后的话呢，我们在这里我再去给它，我整位面这个前模的整位我不需要去整这么长，是不是？没有必要去整这么长我去给它来把它偏置进去，这个我就用实体去改还快一点这个它属于我们前模的。这个分析面我就直接给它干掉了去给它删掉，它是属于我们前模的，我去给它来合并起来。然后这一个面去踢平到上面这个面来，然后下面的这一个呢，下面这一个面当然我们这里缺了一块了缺了一块那没关系，我们去给它来补起来，创建一个方块，创建一个不要这么大稍微跟着我们这个斜度稍微这样子做，把这个面踢到这边来，然后再去给它来求差这个和前模和后模求差，好，合并起来，合起来了合起来之后，在这里的话，我们在第2个阶段并不是说哎呀我这一个我就不管它了，我就管它，我这样子我面这样子去做就这样子去做，我们一定要考虑到它的一个加工问题考虑到它的一个加工问题，还有一个点呢，就是我们这2个面呢，它是一个擦穿角度的这2个面它是一个擦穿角度应该能分得清擦穿和碰穿吧？这2个面就是一个前后模擦穿角度要注意到它的这一个角度够不够。那比如说我这边呢它的这个角度是够的角度是够的，擦穿角度一定要有2度到3度兄弟们，2度到3度之间擦穿角度，你像这种擦穿角度一定要注意然后后面的这一个面，其实我们这一段可以去测量我们产品的这个料位面到我们这边的这一个外面的这一个面，我们这一段的这个距离呢，其实保留5个毫米的一个分交位就可以了。
我们还要考虑到一个点，因为我的这两个角呢都是需要去通过这一个 CNC 直接去给它去加工出来的，所以说我们要去导这一个圆角。导圆角之前，其实我们所分交的这一段距离，分交我就只需要这一个面去分交，然后这个面去分交，然后里面的这个面分交，我外面的这一个面我是不需要去分交的，是不是？外面这一个面我是不需要去分交的，所以说外面这一个面我们可以呢，你像这边我是做的直身面还是现在你看目前呢是一个刀扣的面这阵就要注意到了，我刚才随便去给它拔的一个斜度。你像分完模之后呢，你们整体可以去把这一个前后模分出来之后你们可以去检查的时候呢，去给它呢这样子呢，我去给它去分析一下。那来看，然后你看呢，那我现在呢，我把这一个面，这个面是倒扣的，然后这边的这个面它也是倒扣的，那就说明我这一个整位整位我这个整位我还要去整下去的呀，我还要整下去的，是不是？那这里的话，那我就只能呢，这一个面那没办法，我给它剔一下，把这一段呢也去给它分到前模这4个面去给它剔一下。如果说在上课的过程中没有听明白的，立马要讲出来因为你当时讲出来，你肯定就是当时呢更清楚，不要自己在那里下了课还在那里自己去瞎琢磨，有点就是浪费时间我相信呢你们都会就是相互理解一下，可能说稍微基础好一点的同学他可能听明白了，你们可能说呢就是自己可能没听明白呢，就是自己就没在那里问了，或者说呢在下课的时间呢就是随时来找我没有听明白的随时来找我。我傻呀，我还创建这么个包容块干嘛？我直接把这个面剔上来就好了呀，直接把这个面剔上来，只是说再去和产品去求一下差就好了。你像这个就是我刚才分析出来这个面它是一个倒扣的一个状态就以这一个面拉出来，它是一个有斜度的，我要把这个面给它做平，尽量的就是这种碰穿的这个面它能做平的就做平的，那没办法，它是一个斜的。然后再把我这一个面呢，选这个面，然后再去剃平这一个擦穿面。另外的话呢，这一边刚才讲到了这一边的话，它也是一个就是一个倒扣的，直接我给它来拔零度，这个零度没有关系这个零度我们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不需要去分交的，这个面我们完全可以的，可以把这一边呢，我去给它往外面去偏至0.5负0.5偏出去之后可以去倒角，这里呢我去给它倒角，倒一个比如说3个毫米，然后这边的话呢倒2个毫米好了2个毫米，这边倒2个毫米，另外一边呢我就这边可以去倒3个毫米，3个毫米3个毫米，倒的是3个毫米吗？不是3个毫米刚才先点确定去了。没有去偏置嘛，没有偏置，我把这个面我往外面去移移负0.5，然后再把我们这个体呢，看这个体呢就是3个面去分交这3个面去分交，然后这个外面的这一个面呢就是一个闭坑的闭坑的呢它有2条线它有这2条线去表示的闭坑的。然后的话，我们这一个产品呢就已经分模分开了，是不是？那我再来分这边的这一个，
再找一个这个小的，分这个小的。那同样的呢，我们可以先去给它找到它的一个分析面、形状、斜率、斜度，然后在这里的话呢，把这个分析面，像我这边因为用了一个10.0的 UG 哦，把这个面呢我要去给它抽取一下，你们用12.0的就直接可以去延伸。然后这边的这个侧边，这个分析面就是要走上面的这个面了，分析在这个位置，延伸片体，给它呢整体往这边去延伸出去啊，这个方向，这个方向。先整体就我不管它啊，这个整位这里先不管它，整位到时候我们给它做一个实体好了。这个距离估计太长了哦，它这边无法指定延伸这个距离。然后这边这一圈的延伸出去，这里。这个里面的也给它抽取一下先，抽取再去给它这边延伸，这边延伸，然后一圈去给它延伸。其实这个分析面其实很简单，就是几个延伸就可以了，几个面去给它延伸出来。然后这种位置就稍微要注意一下了，就是这两个地方的这个拐角啊，给它我放到这边来哦。这两个地方就稍微要注意一下了。这两个地方，如果说我直接这样子去给它把这个面去给它做出来，然后这边是一个平的，这个位置它就等于是一个插穿角度了，是不是？这一个面就是一个插穿角度了啊。所以说，你像这一种呢，我们就是来看它这一边的这一个面的这个斜度够不够大哦。我把这个面去给它取消先。如果说我直接去往这边的这个面，那等于就是这个面要去给它去插穿了哦。如果说我直接这样子去做，那等于这个面就是一个插穿角度。那我去给它换一个方向呢，放一个我们这边的这个方向呢，插穿角度，因为我们一定要保证呢，它有一个2度到3度之间哦。2度到3度之间，那我换一个角度了，那我看，那这个面，那看样子我这样子一看，这个面这个斜度肯定都有2度，肯定都有2度以上。然后呢，再把这个面，我们看这个圆角呢，你要么呢就是直接这个起个台阶往这边呢去给它去拉伸。这样子去做，要么呢，你就是呢，像这样子呢，会有一个这一个拐角的一个状态哦，会有一个拐角的这个状态。你在这边呢，那你尽量的呢，我直接呢往这边呢，直接一起去拉伸哦。我把这个面，它本来其实这两边呢，它就是一个面的，像这种情况，它本来就是一个面完整的一个面哦，完整的一个面，我把这一个面呢，我去给它延伸过来哦。这边的这一个面去延伸过来，上面的这个面呢，我给它延伸过去。然后像这个，我再去给它来导一个拐角哦，修剪与延伸两个片体之间，我看能不能导出来。这个因为这个面我还关系到另外一个面，我先试一下，我不知道能不能导出来。把这个拐角去做出来，拐角做出来可以做哦，可以做。那我们在这边的这一个位置呢，我整体把这一个面呢，我去给它把它延伸过去。整个你看，整个呢就是这一个面就是一个插穿，这一个面就是前后模插穿，然后这个上面的这一个面呢就是一个碰穿，就不需要我刚才本来这边还去给它起个台阶，你那样子它的这个分交它就有好几个面了，是不是？好几个面去分交了，像这种它就是一个面，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面，两个面去分交。包括你像我们另外这一边的哦，
另外这边的呢，我同样的把这个圆角去删掉，然后这个面呢也可以去删掉，然后的话呢，我们直接呢把这一个边呢去给它去拉伸出去哦，选我们这个边，然后再去选择我们的这个面往这边去拉伸，拉伸之后呢，这个顶面这里啊，顶面这里呢，同样的呢，我这个位置呢往这边去拉一个面出来。这个位置我就是不选这个方向的哦，直接也是选我们这种平行的一个方向好了，往这边去拉，然后的话呢，把这一边的这一个面呢去延伸上去，然后这一边的这个面呢去延伸过来，然后这个面稍微延伸过去一点点，两个面相交。两个面做差不多哦，两个面相交呢，就选择了制作拐角。我刚开始我还以为，因为它是连着另外一头的这一个面哦，两个面相交，我们就选择这个制作拐角，是不是把这个拐角，只是说选择这一个命令的时候呢，稍微就是要注意到它的一个方向，你要保留的就是下面这个面，然后是保留的这一个拐角。你如果说我刚才随便选了，那现在它就是保留的这一个拐角。所需要就是注意到它的一个方向，然后在这边呢点确定，确定好之后呢，同样的这一个面它不够长，我去给它来把它整体呢去延伸过去一点点，延伸过去一点点之后哦，其实整个这个产品的这个分析面就已经差不多已经做好了，是不是？已经差不多已经做好了哦。像这整面呢，我去给它产品去求一下差线，因为它整体我太超过我们这一个面了哦。求差不了，那我就是去修剪我们这个一圈的。这个我单独的去给它取消缝合哦，把这个面单独的取消缝合，然后再去修剪它，因为它一选，它选到上面那一个，估计它就是整个面它有一点这个关联。好，整个我再去给它来缝合起来，这个分析面去缝0.0254，点确定。根差可以去调大一点，调大一点，它估计它也，我们哪个地方它估计有分析吧，也是。哦，是不是多了这一个面啊？然后的话呢，把这个产品拿过来之后，同样的，我这个地方我就懒得去做面了哦，给它来做一个这个方块好了。做一个这个方块，大概的角度给它呢，我给它摆的差不多，摆的差不多之后，替换面哦，把这一个面呢。这个就是一个实体分模，是不是你们也学过的啊？第一个阶段，去给它踢到它该有的位置，然后顶面去踢到它这个上面的这个位置，上面的这个面。哎呀，捕捉到它产品的这个顶面，见鬼了今天。好了，然后的话呢，把这一个我要考虑到，就是我们这一个整位出来的这一个分焦位，我刚才讲过的，我们要留多少啊？要考虑到这一个分焦是不是？分焦留多少呀？刚才讲过的啊，分焦整位分焦5个毫米啊。是的，我们分焦最少保留5个毫米啊！看这边5个毫米，因为我还要导圆角，我适当的呢可以稍微的我再多加一点点哦，多加一点点，我还要导圆角，还要避坑，然后的话再去给它来创建我们的这一个包容块了，可以哦，创建包容块，选择嘞包容体。再去选择我们产品，这个我就给它取消哦，因为它不属于我们产品料位面的，我们只需要料位面出来15就够了，不需要这一个整位面出去15啊。然后的话呢，直接点确定哦。刚才漏了一个点没给你们去讲哦，就是这边它有一个大小取整，因为我们内膜为什么去直接给它去大小取整呢？我们内膜到时候都是一个四四方方的料的，四四方方的料。去给它去方便加工，也方便了我们自己出图，也方便了我们自己去到时候就是我们模架呢，它也是一个整数的，你不可能说我内膜去做一个小数点哦。
然后这边我们直接的就是要么就是5个毫米为一个规格，要么就是10个毫米为一规格，都是100或者说105或者呢110。通常其实5个毫米尽量的都不用去选，就是10个毫米100，然后110、120、130。10个毫米为一规格。还有一个点就是你们内膜的话，尽量的就是不要去买四四方方的哦，不要买这个长度200，然后这一个长度200，200乘200，尽量的不要这样子去做这种方块。你要么呢就是205、201或者多10个毫米。或者说多5个毫米，因为不好区分的，你到时候这一个内膜它装到我们模架里面去啊，它装到模架里面去，它这样子也能装，是不是？那它反过来，想一下啊，它可以转一个90度，是不是？转一个90度，它又可以装。你如果说你这边210。和200的，那你210的这一个长度，它只能放到我们内膜里面这一个210的这一个长度，是不是？这样子就方便了他们前跟，就是到时候去装模去配模哦。我们直播间里面，我们直播间里面去了，我们课堂里面那个我记得有一个做前跟的，应该就很了解哦。然后这一边的话呢，我直接呢就给它来创建一个方块，给它读起来好了哦。创建一个小的方块，读起来，然后再去给它呢把这个体呢去球插好之后，我们再把我们的这个体拿出来之后，这个体和产品球插和整位球插和我们的这一个里面的这个小孔位去球插 ，OK， 哦。整位我把这个整位我同样的也给它把它偏出就好了呀，不然也没法去剪啊，不然没法去分开，因为它有一段我没有把这个分析面去做出来然后的话再用到这一个拆分题了，直接去给它来拆开1分为2选择我们的这个面去给它来拆开来，分析面呢可以去删掉了这个就是我们的前模。前模的话，我们把这个位置的话呢，去给它偏40，偏进去。刚才偏了多少出来的，就偏多少进去，是不是？然后这整位置呢，直接去给它把它剃平就好了把这一个面去往上面去剃平，然后后模的这一个面呢，给它呢稍微那就要补一块了稍微补一块了，稍微给它转一个角度然后这一个位置和前模其实都不用去和前模，它本来它就是一个平面的，然后这边的这个面呢去和后模去球插，和后模再合并起来，其实就是为了去给它补起来，是不是？把这一个位置去给它剃平掉。这里它还有一个分析呢，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这个块有问题那把这个面呢去给它剃平掉然后我们来看这个位置这边呢我们把这一个侧边呢我们去给它来偏个-0.5出去，是不是？然后同样的这边导一个2个毫米的圆角，它是需要 CNC 去加工出来的，要去洗出来的。然后这一边呢我们给它来导一个3个毫米的圆角呢给它去闭坑。整个其实就是我们这个3个面就是一个插穿的，然后外面的这2个面我们就可以去给它把它闭坑，因为它是不需要分焦的。我们产品的这个料位面呢，它只到这一个位置只接近我们产品呢，它就是分焦位。OK， 我们这2个产品呢已经分好模之后，分好模了，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排位了。